2000元一斤的果实到底是什么？又香又甜。凶猛无比的鳄鱼，居然是止咳良药。好香是吗？客家娘酒为何要经过火的洗礼？药食同源，阴阳调和。看老广如何美味养生。老广的味道之两仪。寒来暑往，昼夜更替，寒与热，润与燥，泻与补。大自然隐藏在食材中阴阳调和的两仪之道，在老广精妙的菜式中，开始露出自己的本来面貌。老广深谙阴阳平衡的养生之道，因应四时变化、不同体质进行调理，而煲汤就是遵循此道的最佳实践。以汤养生已经成为老广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笃信药食同源的老广，手握无数汤谱，其中汤料五指毛桃因能与多种肉类搭配，健脾补肺，深受老广喜爱。煲出来的汤有一股牛奶般的清香，因此也被称为牛奶木。五指毛桃虽然常用，却鲜有人知它的生存环境。呢五指毛桃呢啲地方有冇㗎？呢地方冇喎，山上啊。从事中医20年的于卫华，邀请在罗浮山脚下长大的朋友黄国华，跟自己进山采挖五指毛桃。攞嚟啊！對面有5支毛桃㗎。罗浮山雨量充足，光药用植物就有1200多种。五指毛桃都生长在深山幽谷中，找到它不容易，还有长相相似植物的干扰。醫生做呢個山頭啦嚇。呢度就有5支毛桃。係啊，慢慢揾下咯，睇下邊度有啊。嗱，呢棵就係1指毛桃啊。1支。就100葉嘅啫，亦都唔會變3至2支嘅。1支冇咁靚嘅喎。好多人都係攞1支嚟沖5支嘅喎。即係佢根嗰啲味差唔多啊嘛。醫生嗰棵就係啦。跋山涉水几个小时，他们终于发现了五指毛桃的踪影。其实五指毛桃并不是桃，而是桑科植物，因为叶似五指，果實成熟後像毛桃而得名。嗱，呢就5支毛桃啊。5個手指。係咁樣啊？係冇錯冇錯。呢啲就係嗰啲果啊，呢啲個桃啊嘛。5支毛桃嘅呢個。係做呢啲。嗱，依家可以鋤㗎啦。五指毛桃一般去根部食用或入药。野生的五指毛桃根部比种植的更能充分舒展，最長可超過2米。你睇個根點樣生，咁然之後你揾出嚟慢慢嚟。哎呀 ，OK， 咁樣絕對香嘅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好淡味啊！咁樣。經過一下午的採挖，兩人滿載而歸。初會老啲咯，香啲咯，係咪？啲味濃啲喎。係。新鮮嘅最濃味，好細嗰啲根有冇味？有㗎。有味㗎。係。呢隻梗冇。呢度冇味，呢啲都有味。係啊。OK。嚟。撕嗰陣時個手平衡啲。五指毛桃可以先吃，也可以花4、5天的時間曬乾後保存。攞嚟曬。1年半前，原本在廣州工作的於衛華，隨着香港中醫藥市場需求的擴大，通過專才計劃到香港任職中醫師，孩子也跟着過來生活。麻汗添。小孩子整天跑來跑去，滿頭大汗，出汗太多了。中醫認為汗為心液，會傷陰，不好。同一個實質嘅方向。
周末，他特地起个大早，到附近的街市去买菜。我平啲㗎，你半斤啦，唔該。睇泥鰍，俾1斤啦。食到泥鰍咧，啲汗咪少啲咯，冇咁多汗啦。偶然間先有，唔係時時都有。我3晚啦。原来于卫华要给儿子做一道健脾止汗的汤，泥鳅清洗，去除粘液，下锅煎至金黄备用。在诸多汤料中，他选择了从罗浮山采挖的五指毛桃作为主角。补中益气的，最主要靠这个药，就是麻黄根，麻黄根这是北方才有的了，这个糯稻根。糯稻根呢是南方都有的，就是糯米的根，这2个是可以止汗的啊。这个佛小麦呢，就是也可以止汗的作用，但是它同时还可以安神，可以治疗失眠，睡觉睡得不好呢，也可以用这个，跟泥鳅一起来包。泥鳅也可以止汗。自从来了香港，狭小的厨房就变成了于卫华的战场。因妻子仍留在广州工作，以前从不干家务的他，开始一个人负责儿子的起居饮食。口味清淡，荤素均衡，是于家一贯的饮食风格。傍晚，于卫华的妻子邱翠琼终于从广州回到了香港的家。多謝同媽媽開門。點啊呢幾日？哦，爸爸煮好菜啦。係啊。食飯啊，飲湯。辛苦爸爸，辛苦爸爸。慢火煲出的老爸靓汤，散发着淡淡奶香，入口清纯甘甜。这道汤健脾祛湿、补气止汗，以虚则补之的手法，达到阴陽調和之功效。夠唔夠鹽？唔使鹽就得啦。冇放鹽㗎喎。好香，我覺得呢次呢啲好似冇放鹽，好有味道。好味。飲呢個你就唔使出咁多汗嘅，知唔知？瞓覺又唔使打功夫咁棘你唔過冷嘅，係嘛？我一陣食完飯去圖書館好冇？于卫华说，常陪儿子锻炼，加上自己中医药的适时调理，就是给儿子最好的礼物。兴宁位于粤东盆地，母亲河宁江贯穿南北，江边的一条小巷中，每天清晨都会升起炊烟。烟雾里酿着的是一种客家人节庆喜事、日常保健都离不开的食品。张庆华做这种1000年传统食品已经快20年了。今天他要到农村寻找优质糯稻。今天给长到过饭的嘛了，我。今天给质量好么了？谷粒饱满，米味清甜，是张庆华选糯米的基本标准。每到收成期，他都要逐家逐户去挑选满意的糯谷。每年3万斤的量，他得走好几条村。凌晨4点半，大部分人还在酣睡。张庆华的工作，酿造客家娘酒，即将开始。从农村收回来的晚造糯米已经浸泡了1夜，足足有300斤。如何保证每一粒米都蒸透？张庆华把米分批倒进饭增，待第1层糯米蒸熟后，
再加入第2层。这套动作要重复8次。每一个饭都蒸熟了，出汁率比较高一点。我们的出汁率将近80%，那一般别人都是6到70吧。妻子怕张庆华太累，一忙完家务就过来搭把手。娘饭新鲜出炉，但还不能立刻食用。冷却到34、5度就可以。温度是拌酒曲的重要指标，饭温低了发酵困难，高了会把酵母菌杀死。把100斤粘熟的糯米和半斤酒曲均匀搅拌，张庆华颇费了一番功夫。最累人的是把娘饭拍进酒缸里，同时还要屏住呼吸，不让气体影响发酵，力气和技巧缺一不可。酒娘也就是说像一个大女人一样，也挺小气的。你对她不好，她就很容易变质变饭。但是你在每一个环节认真做好了，它的质量就是相当好。娘饭填满了酒缸，接下来的6天是娘酒发酵的关键时期。酒缸要保持35度左右的温度。就是秋风起的时候，它也是跟人一样是怕冷的，跟小孩子一样的。酒娘逐日析出，糯米中所含的淀粉通过发酵转化成糖分，同时产生热量。每天加入1/10的米酒，可以防止酒液变酸和维持恒温。张庆华加完最后一次米酒，密封好酒缸，剩下的就只有静待60天的时光。依然是凌晨4点半，张庆华今天要娶娘了。这是发酵了60多天了，相当好。就是说现在拿出来造娘，然后制酒用。一股酒香弥漫开来，糯米淀粉转化成的乙醇，口感清甜绵密。一般糯米酒发酵到这里也算完成了。但离梅州地区客家娘酒的独特风味还差一道火炙。当地人在制酒时喜欢加入各种滋补的食品或药材。这是红酒，然后就是这个酒的色泽好一点，红红火火嘛。还有就是暖胃的嘛。对。张庆华的父亲70多岁，退休前是著名酒厂的酿酒师，儿子的手艺便继承于他。每当制酒的时候，他总会早起给儿子帮忙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制酒开始了。整个制酒过程要暗火慢烧，不能有明火出现，否则温度升得太快，会把酒烧干，甚至导致酒坛爆裂。铺上骨壳可以压制明火蔓延。此时的娘酒已经沸腾，当温度达到140度以上，很容易喷出酒坛。张庆华和妻子忙碌起来，挨个搅拌坛中的娘酒。这酒是从旁边开始加热，但是你下面的酒还没有开，搅拌起来，把下面的酒搅起来。
通过制酒，让酒性由寒凉转变成温热，能更有效地促进人体血液循环，起到温经驱寒的作用，并可以长期保存。刚制好的娘酒，酒气重，带辛辣，封坛静置1个月后，才能获得更好的口感。一坛客家娘酒，从做娘饭到开封品尝，需要100天。小小酒窖里存放着时间的味道。等待了足够时间的娘酒，琥珀般透亮，醇厚顺滑，甜美可口，还带有一丝丝烤制过的烟火味儿。娘酒炒鸡是当地名菜，先爆炒鸡块，再淋上娘酒焖煮，汤纯肉滑，每一口都带着香甜微辣的酒香。这道家常菜肴，益气养颜，活血通乳，更是每个客家产妇坐月子必吃的滋补品。酒酿荷包蛋、酒糟鸭、娘酒焗猪手，地道的客家菜，因为浸润着美酒，从此与众不同。黄皮是岭南常见的水果，门前有棵黄皮树，是很多老广儿时的记忆。豫南建成镇不仅家家户户种黄皮，种的还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无核黄皮。今年59岁的欧国根是镇上最早的种植专业户，至今已有27年了。幾多啦？啊？都幾多啦？未夠你，嗱啲乾貨。叫啲人。清晨7點，根叔的兒子阿斌已經開始忙碌了。阿斌從部隊退伍後，接手打理果園，已經有3、4年的時間。7、8月，廣東最熱的時候，正是黃皮豐收的季節。根叔有一套科學的摘果經驗。最好咧就做到1果2剪啦，唔好留太長嘅枝，將佢回縮翻低啲，對嗰棵樹嘅樹形啊，同埋佢保持佢個穩產高產咧，就起到好大作用啊！放果都要有技巧㗎，要一路攞啲果嚟冚住嗰啲枝啊，咁攞翻起身嘅時候唔會亂啊嘛。無核黃皮個大渾圓，皮兒薄肉厚，多汁無渣。當地人喜歡帶皮吃，開始入口酸甜，然後帶點辛辣，最後漸漸回甘。一串下肚，降火消暑，生津止渴。好甜。今天的訂貨量很大，忙活了一上午，阿斌把最後一批貨送回檔口。嗱，先幫我寫貨先。臨時檔口就在車流穿梭的公路邊，工人們忙着給無核黃皮修剪分級，生意絡繹不絕。今年啊，喺嗰個場嚟講，大概都係7萬斤到啦，全部出晒嘅。全鎮嚟講係最多嗰隻。今年黃皮大豐收，但根叔近30年來的種植生涯裡，並非每年都如此幸運。他在1989年入行時種下的無核黃皮樹，後來幾乎全軍覆沒。99年有一場
大傷，凍死咗90%幾啦。嗰次打擊好大啊！即係我哋啱啱建立個基礎，一夜之間咧就全部都凍傷晒。嗰時候真係好傷心。呢啲咧就99年凍死之後咧，又2000年後種翻嘅。如今60多亩无核黄皮凝聚根叔一生的汗水，子承父业，田间劳作积累的记忆，才是父子傳承的財富。每一棵都要經過嫁接先形成得到嘅，唔係即3秒就開得嘅。因為木黃皮呢係獨一無二得棵，冇事就喺我哋建盛鋼院嗰度。20世紀30年代，當地人曾乃珍卸任廣東樂昌縣長，榮歸故里，帶回2株黃皮苗種在柑園裡。誰知這2株苗長大後結出的黃皮果竟然是無核的。如今整個豫南的無核黃皮都是這2棵樹的子孫。新鮮黃皮只能現摘現吃，1個多月的光景，美味稍縱即逝。而做成蜜餞，可以保留黃皮的風味，讓人在下一次收穫前解饞。黃皮搭配甘草、川貝、潤喉止咳，功效相得益彰。無核黃皮果肉豐腴，製成蜜餞口感軟滑豐厚。為了讓每一顆黃皮都充分吸收配料的味道，根叔要不停地攪拌。30多度的大熱天，一刻也不能離開灶台。每年黃皮季節，根叔都要做上千斤蜜餞。這2筐甘草黃皮蜜餞只需曬2天即可食用，正好在根叔計劃的大餐中派上用場。焖鴨肉時加上黃皮蜜餞，可以辟除鴨肉的腥味，酸甜開胃。老廣餐桌上經典的白切雞，在無核黃皮鮮果的搭配下，吃出了新味道。鮮黃皮蒸排骨更是當地人家應季的家常菜。咁啦，俾人買啦，搭俾佢得噶啦。食。食飯。民間有雞食荔枝保食黃皮的說法。荔枝、龍眼、菠蘿等熱帶水果被認為性味偏熱，容易上火，需控制食量。但黃皮卻被稱為正氣果，多吃有益，尤其是滯脹、痰多引起肺氣上逆而產生的咳嗽，起到順氣平逆、化痰鎮咳的功效。同樣可以止咳，下面出場的食材卻讓人望而生畏。這裡有1000多條鱷魚，它們都屬於一位女士胡成禮。往這邊走啊，乖乖，過來，來，你看，跑過來了，哇，今天有得吃嘍，哇，你看都知道了。就着急了，來，孩兒們吃飯嘍，開飯嘍。11月的中山，秋意漸濃，鱷魚開始準備冬眠。胡成禮今天為他的鱷魚們準備了雞骨架大餐，好讓他們長膘過冬。今天1噸多啊，2500斤呢。嗨，一條灣鱷的咬合力高達2噸，
面对被数百条3米以上的成年湾鳄包围的大场面，与鳄鱼打了20多年交道的胡成礼气定神闲，轻松淡定。哦，人家多吹了。一开门进来，先是要拿个棍子，也要防范的。极度饥饿的情况下，它很容易攻击人。如果饱了的状态呢，就基本上你不要去主动碰它的话，它还是不会攻击你的。来！在鳄鱼弱肉强食的世界，胡成礼特别关照那些吃不上肉、身量较小的鳄鱼，一个都不能少，每条鳄鱼都要吃饱。川贝枇杷鳄鱼汤是一道传统药膳，古代医书早有记载，鳄鱼肉对呼吸系统疾病有改善作用。胡成礼自制鳄鱼干，搭配新鲜鳄鱼肉以及川贝、枇杷叶、猪骨等，具有化痰止咳、补气养血的功效。用心煲出1碗汤，因为喝汤的是孙女儿和外孙。哇，放假啦？嗯，对呀。平时一个人住在养殖场，只有周末才能见到2个孩子。胡成礼把对孙辈的宠爱尽心融在汤水中。孩儿们有汤喝了，喝汤。哎呦，来，最好的汤喽！鳄鱼、枇杷还有鲜贝，真好喝。好喝啊！再来1碗，要不要？鳄鱼肉常被人误认为燥热大补之物，实际上它性平味甘，反倒润燥养肺，对改善哮喘有良好的效果。老广给鳄鱼量身定造了各种吃法。鳄鱼掌皮厚肉滑，用包汁扣，入口松化。鳄鱼腩肉质鲜嫩，既可以用豉汁蒸，也可以与冬菇马蹄同焖。蚝油的加入，让色泽更加诱人。鳄鱼尾爽口弹牙，先过油锅，再搭配姜葱蒜，猛火爆炒，十分惹味。鳄鱼皮最宜煲汤，汤汁醇厚，富含胶原蛋白。鳄鱼肉曾经一度昂贵的食材，因为养殖业的发达和普及，如今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。8月下旬的阳春，盘龙村家家户户都忙着到一种植物底下转悠。这种爱躲太阳的小果儿，就是4大难药之一的春砂仁儿。关键晒手晒打了，每人都2蚊錢啦。67岁的顾世强是从南泥湾部队退伍的老兵，种植这种国家地标产品已经28年了。他的5个孩子平时在外打工，每当这个季节都会轮流回家帮忙。春砂仁儿制成干果后，每公斤售价可达数千元，但产量较低。开花时需要人工授粉才能提高结果率，
劳动量极大。随着年龄渐长，老顾已感到越来越吃力。盤農嘅大多數做滿生人㗎啦，同樣時間開花個，其實大家都需要人㗎啦，目前嘅人手揾到㗎啦。长在地面的砂仁果实又香又甜，每在地里多留一天，就被昆虫和老鼠偷吃不少。但老顾执意要等到果实完全成熟才采收，因为这样药效更好。30公里外，研究春砂仁18年的当地專家蘇景正趕往盤龍村。個師傅一直係我哋一個試驗戶，所以我哋年年都攞佢提供一啲促花果嗰個藥物。哪個功能係冇得拿？呀，過嚟喎！喂，執過嚟係咪？西聲，睇睇你執果執幾多？成個盤龍係最後一批果雲咯。係咯。對於蘇景的到來，老顧很是高興，要他馬上品一品今年的新果。好甜咯，隨便你手壓下都係成功噶。果種沙仁本身呢有3成以上，嘅甜酸苦辣甘辛香嘅。蘇景這次還給顧世強帶來了好消息。我哋呢就今年嗰個速結室嘅成果已經成功咯，以後就冇使咁低啦咯，冇使諗請人咯。好啦，能就話最多謝了。回到家裡，一家大小忙着修剪春砂仁兒。農者啊、爛者一般都要剪掉，因為話嘢價錢高，話嘢質量要講究噶啦。今天的活幹得差不多了，老顧讓鄰居幫忙抓條大魚，給家裡加菜。去灌嘢你咧，好，一晚蒸沙銀乜都最好個。這頓家宴，春砂仁兒是當仁不讓的主角兒。春砂仁兒性溫燥，可中和體內濕氣，達至陰陽平衡，具有化濕開胃、溫脾止瀉、理氣安胎的功效。又香又甜，滾果呢佢甜味大啦，鮮果佢特別夠鮮味啲啦。春砂仁兒不僅僅是味中藥，也是上佳的調味料。空氣裡彌漫着春砂仁兒濃烈的芬芳，老顧用蒸的手法，最大限度保留春砂仁的精華與原味兒。用春砂仁浸煲的湯，甘甜柔和，補而不燥。春砂仁加入各種肉類中，辛辣中帶着一絲甘甜，味道濃郁卻不霸道，暖胃暖心。一半你一半人做到一平方，大家唔合作唔幫人乜就幫。年來你一個落去邊度做得成功嘅？係咪辛苦嘅大家呢對滴出滴入。個爐刀啊，黃嘢嘅。晚飯後，孩子們都回家了。老顧又開始圍着春砂仁轉，烘焙工作開始了。這是春砂仁獲得良好藥效的重要一步。這場長達半月的持久戰，先從殺青開始。令唔令果係最殺青個階段最艱堅嘅，火大你要加減細啲，火細要加大啲咁，你保持6至80度溫度。即係佢因為火肯定冇襟運㗎啦，
佢一邊少貨一邊多貨，那你要到個車才能丟進。完成杀青需要2个小时，接着要把春纱仁转移到炭火炉上，慢火烘干。杯7、8日之後就得4、5日，之後再6、7杯2日，嗰陣打包裝要放到3年。每年收获季，老顾总是坚持用传统的方法，每天10几个小时，在这个密不透风的厨房里炭火烘焙。唔緊要，我用慢火焙嘅咧，話原汁原味全部係傳過來，特別味道都夠好，啲顏色夠好睇呢個。你要想杯靚呢個管理下要做辛苦呢個噃。15天后，故事强的春纱仁终于可以打包出售了。春纱仁是大自然对这方水土的馈赠，当地人的呵护，也让这味珍贵药材绵延1300多年，从贡品走向老百姓的餐桌，成就一道道精彩的药膳。对于这个陪伴他半生的手艺，老顾说，他要坚持到干不动为止。除了老火靓汤，另一种老广离不了的食品就是凉茶。走在阳城的大街小巷，总能看到各式凉茶铺，警醒着你要去肝火、泄湿气、清胃热、润肠道。其实，凉茶不是茶，而是用药食同源的中草药煎煮出来的汤汁。凉茶也不怎么凉，反而必须趁热喝，算是中医上工治胃病的典型代表。其實咧，我細個都係住喺呢附近，一得閒咧，我就會翻嚟啲橫街窄巷，玩下啲古老嘅嘢咯。何國亮今年25歲，是地道的廣州仔，從小喝着涼茶長大。他要尋找的古老東西，就是日漸稀少的傳統涼茶鋪。不過，他並非只是找回小時候的味道，而是帶着任務去品嘗的。幾酷熱啊！好，咁你杯去濕嗰啲。飲咗好舒服啊！係啊，好舒服。呢排比較啲咩茶比較好賣啲啊？最近呢啲季節啦，就比如適合飲啲清下肺燥熱啦、潤喉啦、感冒茶好多人中意。尋找傳統涼茶只是第一步。阿亮這天特地約上熟悉藥材的同事羅海四，一起到廣州清平中藥材市場挑選草藥。應該走前面去應該有。對，看一下。哎，是的，這個蒲公英是怎麼看好看的呀？這個有幾個方面的，這個因為這個是淺草類的，它這個容易那個有很多泥土啊、泥沙，所以我們要選一些比較乾淨的，不要有太多泥沙的。這個也挺好的呀。對啊。然後才比較甘甜的話，就說明它的糖分啊、水分比較好。原來阿亮買了那麼多的藥材是為了做實驗。2年前，學製藥工程專業的他，剛畢業就加入了鄧老涼茶藥業集團，負責產品研發工作。今日我調配一個利咽喉嘅涼茶，因為而家比較乾燥，容易乾咳。而家好多人都好唔中意啲涼茶嗰陣苦味，所以我就想將佢整甜啲。
哦，滾咗啦，啲顏色都好唔錯。经过2次蒸煮过滤，才能把中药有效成分完全提取。整个过程超过4个小时，阿亮几乎寸步不离。煮好的凉茶会先在同事间试饮。今日整咗新嘢啊，大家嚟試下，俾下意見啦。哇，这什么？你樱桃都是一样的吗？嗯。这种子还是不错的。就是你看一下那个罗汉果加少一点，看效果怎么样。还可以接受。要在功效和口感2个标准中寻找平衡点，这样的测试还要在不同人群中重复多次。做一个新产品，至少需要4个月以上的时间。今天是周末，阿亮按照惯例给舍友们煲凉茶调理身体。这个出自国医大师邓铁涛的经典配方，使用方剂中君臣佐使的原则进行调配。金银花为君药，菊花为臣药，大大加强清热解毒的效果。辅以蒲公英利湿通淋，白茅根清热利尿，桑叶清肺润燥，并使用甘草调和诸药，固护脾胃。整个组方药性甘淡平和，清火而不伤身。凉茶包好喽！哇，我刚刚没喝哇。肯定的呀，这个是邓老经典配方凉茶，尤其是你啊，吃这么多薯片，哇，超级肯定要下火。吃了煎炸上火的食品，喝杯凉茶中和热气，已是老广们的习惯动作。邓老配方凉茶，药性甘淡平和，清火而不伤身，一杯下肚，妥贴了5脏6腑。小朋友放下啦，飲啲乜嘢啊？甜的啊，先拿個啊。好，唔使客氣。过去传统凉茶面对的多是体力劳动人群，对于现代人而言过于寒凉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凉茶的配方也与时俱进，以适应现代人的健康需求。一碗甘苦的凉茶，传递的不仅是那传统草药味儿，更是蕴含着老广善于变通的养生智慧。无论是珍贵药材还是寻常食物，老广们总能在本地食材中寻找到最佳平衡搭配，顺应天时，因地制宜，调和阴阳，这就是老广的2宜养生之道。